唱功，我觉得他呢一生呢守戒真的清净。他念的佛号，他的拜愿是很有名的。他呢念佛的声音好听，他自己一生做人做事与世无争，真的是非常和蔼的一个令人怀念的长者。欢迎收听菩提麻瓜，我是小编阿若，我是林世敏林老师。欢迎收听菩提麻瓜。那本次的主题是忏公，又叫做忏云法师。那这是我们的那个林老师心目中的出家人系列。那我们之前谈过开正法师、月季法师、星云法师。那这次呢，我们要来谈忏公。好，那我们一样这个系列我一样会超级简述一下法师的一生。那忏公释忏云，他是1915年的时候出生，然后在2009年的时候过世。那这位法师是台湾早期知名的净土宗推广的法师。忏云法师呢，他宣扬净土，然后也非常遵守佛教的戒律，然后是台湾南投莲因寺的住持。老师习惯讲忏公还是习惯讲忏云法师啊？就忏公好了。忏公好，因为那个云还要把嘴巴翘起来。好，那我们这集就一律讲忏公。老师第一次遇到忏公是什么样的契机？这一集呢，我们谈到忏公。对，忏公，我在这边也稍微说明一下，就是说呢，我接受我们这个阿若啊，他这个访谈的这些师父呢，都是我自己亲近过的那么呢，有很多师父我没有亲近过，所以可能呢，我就不方便这边呢介绍，因为我跟他就比较不熟。这是在节目开始的是稍微呢提到的。等到忏公呢，我是12岁的时候我就认识了。不过等一下所谓的12岁认识呢，我是跟我妈呢到一个佛寺去，那么刚好那个墙壁上呢有一幅那个照片，那个照片呢是一个出家人，我看起来蛮顺眼的，觉得他很慈祥和蔼，那么很庄严，所以我就问妈说呢，那个是谁？她说呢，他叫忏云。我看看，旁边真的有那个小的字忏，可是我那小学5年级那个忏悔的忏呢，我还不会念，我也不会写。我说忏云我看到那个云，我有一点呢喜欢，因为云就让人这种轻飘飘的，好像会飞的那种呢，比较厉害的感觉。对，非常的悠闲非常的这样子呢飘逸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刚刚讲说我12岁就认识忏公，那真的是打了妄语了，因为我只是说第一次看到他的照片先从照片认识。对，那么呢一直到我高中的时候，那个高中2年级的时候，那时候呢忏云师父呢他就到南部来了，他来打佛七。他那时候呢在我们高雄的前镇，那时候前镇有一个念佛会，因为刚刚阿若也讲到他是净土宗的弘扬者，是，所以他每一年都会来在不同的地方打佛七。那我妈呢就带我去这样子，所以在那个地方呢我才第一次呢真正碰到呢忏云法师。那来看到我呢，他也很高兴。那他跟我妈讲说，你这个孩子呢很有佛缘的样子。我不晓得真的是假的，不过呢确实了，我从12岁呢来高雄以后呢，跟佛呢真的是结下了不解之缘了。那我呢12岁第一次看到他的照片，一直到我高2的时候呢，15岁的时候呢，我呢才真正的，我高2的时候17岁，应该说17岁，那个时候呢才真正的见到了忏公本人。那就是那一面之后，老师还有再去找忏公吗？那个呢，因为他每一年过来的时候呢，我妈都会带我去打佛七。那时候我对于净土的信仰呢，讲起来就没有现在的虔诚了。那时候呢，就是呢念阿弥陀佛呢，是为什么要念呢？怎么样？因为弘扬净土宗在台湾算是非常的盛行，可是弘扬者
常常不谈它的道理，什么意思？不谈说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为什么念阿弥陀佛能够到西方极乐，这倒是对于这个净土的内涵没有介绍的非常的清楚。那时候我念雄中嘛，那么就自己觉得好像呢，是一个知识分子，可以这样讲。所以呢，对于念佛呢，我不是很热衷啊，所以呢，常常是这样。我妈呢，带我去打佛七，我的第一天我就呢到，而且故意在师父的面前晃一晃，让他知道说我来了。然后呢，第二天、第三天呢，我就不去了，一直到最后一天呢，所谓的圆满呢，打佛七的最后一天呢，我才到，也故意在师父面前晃一晃，让他知道说我呢也到了。那个时候呢，当然了。是很不应该的。不过那时候呢，年纪也不大了，念佛这些都是妈妈呢有一点呢带强迫的，可以这样讲的。不过唱功呢，他对我真的是很好。我记得呢，我这样跟他认识没几次啊，他每次打佛七完了以后，他都会有开示。讲解一下。他那时候呢，他就说呢，指定我要上台去帮他翻译啊。所谓的翻译就是呢，把那个北京话。所谓的大陆的普通话，台湾叫做国语，把它翻译成台湾话。就是可是那个你知道，这翻译这个佛教的东西啊，有一个麻烦，就是名相了。你像那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说那时候我算是一个小孩了，我怎么样懂得怎么样去翻它呢？所以呢，曾经硬着头皮上台，可是到后来我就推辞说师父我不行，我不行。那个唱功呢，对我真的是很好。他在往后的，一直到我上大学，他呢都会寄佛书来给我看，有时候还会寄饼干来给我吃。那么呢，他还寄过那个钢笔。我那个年代啊，如果有那个像 SKB 啊 ，SKB 就是有名的，像派克 SKB 那个厂牌的名字，钢笔的。你有一支 SKB 呢，算是非常神气的。他的师父就曾经呢送给我过，所以我跟唱功可以说我从我12岁历经了初中、高中这段时间呢，我跟他呢算是不算频繁，但是来来往往、断断续续的，也算是呢，非常的这个热络了，可以这样讲。他呢，我现在回忆起来，他真的对我呢非常好，他是一个慈祥的长者。那么讲到这里呢，他比我大29岁，了。做我的爸爸是绰绰有余的。那他对我真的是非常的照顾了，可以这样讲了。是，老师，我这边问一下，佛七是什么？佛七就这样子，因为净土中呢，他们是念佛，那么呢，就是许下了心愿，想要呢求生呢西方，那么呢，他们的修行。把佛七当作是修行的一个方法啦，就是说在7天里面，佛七7天来念佛，在这个7天里面，用了很多的方法。那么呢，在这7天里面，希望能够跟佛呢有所感应，跟西方净土能够真正的呢，能够联系上。如果用现在话来讲了经过这7天的念佛努力，能够有心得，那佛家叫感应呢，能够真的多多少少听到了西方的消息，能够呢跟阿弥陀佛呢，真正的跟他说明也好，表白也好，说我呢愿意以你阿弥陀佛做老师，对不对？我要跟你学，我从现在开始。日日夜夜的要跟你学，我希望呢，你也能够扶持我，就是爱护我啦，能够指导我，真的让我这一生呢念佛的这种道业、修道的这种呢志业的事业能够有所成就。这打佛七了，就是呢，希望在这7天里面集中精神，对不对？不要呢心有外物，能够呢。跟阿弥陀佛、跟西方净土能够为将来的往生西方建立一个互通的管道，这就是呢佛七。他们希望在这7天里面多多少少有成就。所以老师跟唱功见面的时候，都是在佛七的时候见面吗？
可以这样讲，嗯，因为那个时候师父在水里莲因寺还没有建道场，他还没有道场，他算是一个修苦性的人呢。苦性啊，苦性就是在很多山上什么地方建那个用草茅啦，那么就是刻苦了，那么修行这样子啊，一直到后来不知道是风灾还是水灾怎么样，把他那个疗房的整个都弄坏了。那时候呢，才有很多的徒弟们说，那么师父要不要呢？就有好像捐献的土地在莲因寺那边，那就呢慢慢的把它呢建起来了。好。那说到灿公，其实就不得不提灿公是一位画家，是对。那现在很知名，应该说，如果家里有拜佛像的话，可能都有看过，对，可能都有看过西方三圣的画像。那个西方三圣的画像就是灿公本人画的，好像据说是他在观想佛，还是说他在念佛的时候他看到的场景。有此一说了，对，有此一说。因为我据说是这个样子，我境界不高，没有办法去证实。那就是说灿公是这样子，就是在观想念佛的时候看到这样的景象，所以画下来，然后所以这个西方三圣就奠定了很多佛像的基础。这样，灿公他是有到日本去读书的，应该有到日本去学画。是我在想，因为我以前很喜欢那个弘一大师李叔同，所以呢，他也到日本，因为他学音乐。那么呢，灿公我知道他会讲日文，他也当面呢跟我讲过，他也去过日本读书，应该是去那边学画。所以像你刚刚讲的那西方三圣，应该是就是他的代表作。那么呢，他以前呢送给我好几幅他的画，不过他的画呢很少像那个画那个西方三圣那样的繁复繁琐。我看他送给我几幅画，还有送给我很多的同学，像侯秋冬啦，像那个我几个好朋友啦，他们都是怎么样？他用简单的几笔来勾勒出一种呢画面境界，一种比如说几个树叶或者几根那个茅草，对不对？那从那里面你就会感受到一种禅意绵绵，就感受到那样的一个气氛，这是我个人的感觉。所以他后来那个莲因寺他建成了以后，我常常带学生，每一届我都带他们到莲因寺去。例如呢，在以前念书的时候，就跟着我呢，也是到那个山上好几次。他那个佛堂的布置啊，有别于一般。他真的是禅意盎然他呢简单的弄一个小贝壳啦，或者两个小石头一个小水盘，一朵小花，就能够把那个佛堂的意境呢给完全衬托出来了。所以每一个学生呢跟着我去，一进到他那个雅室那个呢佛堂，人人的心呢自然而然的就静下来。现在大部分的学生呢都有跟着来学佛了，大概受到灿公的启发，应该也不小吧。感觉灿公是一位很有品味的人，就是美学素养很好。他本身的真的是有艺术的修养。老师有看过灿公本人画图吗？就是现场看过吗？还是老师都是收到已经完成的图？我看过他写字。写字。对。他写书法写的字另成一格。怎么说？比如说李叔同的字，人家说好像有气无力的，没有骨，这就是完全呢没有那种人间的火候了，火气都没了。可是呢，展现出来的呢，又是力大无穷那种浩然之气的。那灿公也是啊，他那个字呢，没有说带棱带角的，他的画里面他都自己会提上他的字，他的毛笔字。我家里现在那边，譬如说那个。他写有3个字叫妙吉祥，妙吉祥就是文殊师利菩萨的中文的名字。文殊师利他的意思就是妙吉祥。他送给那个画里面，他简单的那个画，那么旁边呢就会提上那些字。所以我呢没有看过他画画，可是我看过他写字。了解。那老师第一次到莲因寺是什么样的时候？然后觉得莲因寺有跟其他的寺庙不一样的地方吗？ OK， 我第一次到莲因寺啊，莲因寺还没有建，
大概连地基都还没有挖。那个时候呢，我是高3毕业，应该这样讲，大专联考毕业。我们以前讲到月基法师的时候，不这样讲吗？我最后1个月是在月基法师那边读书，对不对？没错没错。那么考完大专联考的第2天，我妈就给我买了火车票，给我弄了一个小的包袱，那几件的换洗的衣服，干嘛？说你上山到水里莲因寺去找那个灿云法师。那呢，我妈的好意，我当然不忍去忤逆她。最重要的说呢，刚考完，然后那经过这紧张的这个，算是我从高3的下学期，那么开始呢，奋发努力用功，也算是够长了，5、6个月，所以上去散心。所以我呢就真的上了。那时候车子呢到了水里，然后再转那个公共汽车，那么呢到了莲因寺的山下，那我就慢慢的走上去。我在走上去的这个路上啊，就碰到有一个年轻人，他也慢慢的走上去。那个人我后来呢，我得跟他打招呼，他也跟我打招呼。那个人我们后来呢就变成好朋友了，他就是那个郑胜阳。谁？郑胜阳居士啊，我们以前提过，他的妈妈就是来帮那个李炳南老师有没有？帮他呢煮了几十年的饭，帮他打点这种生活起居的。了解。那个郑胜阳居士，后来他就有当那个李炳南老师有一个基金会，雪庐的那个基金会的董事长。我后来呢还碰到他，在我们这个归来我们这归来旁边呢有一个雪庐老人的讲堂，就是他们来建的。那一次他呢郑胜阳下来还通知我干嘛？跟几个人一起去那边破土，请我去破土。我这辈子呢只有这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就拿这个岩锹了，有没有？去那边来破土这样子。施工开始这样。对，那次就跟郑胜阳上去。那时候的莲因寺呢，没有房子，也没有什么疗房啊，都没有。营帐就是我们现在露营的营帐。那边的蚊子呢很大，大概呢就那个我这样弄起来，但我这个指甲，如果你把它剪下来啊，几乎有我指甲那么大那个蚊子为什么那么大？我这很奇怪蛮凶的，像轰炸机啊。那我们的这个营帐的外面呢，我们还要再弄一个那个就是那个盆帐，露营的盆帐，那个营帐外面还要再盖一个蚊帐了，要不然那个蚊子呢很厉害，它还会钻进来了。OK， 就是我在那边呢整整住了1个月，那个月中间，哎呀，吃足了骨头，4点半就要起床，好早。我是一个夜猫子啊，4点半就要起床，那真的那1个月中间虽然没有那个佛殿了，可是过的呢就是真正的出家人的生活了。那个唱功呢要带领我们呢这么念佛，还有咱们绕我们以前不是讲过经行吗？他还要呢给我们说法。在那个时间呢，那个月的中间呢，大概呢跟他算是最亲近的，可以这样讲了。等到我下山了以后，我就考上政大了。他呢开始见到我大2的时候，他建王宫了。我又上山了，那时候一看，那真的他那个艺术家呢，可能他有参与设计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也不一定呢。我看他建起来那个佛寺就很有艺术的气息。那我在那里的时候，师父也很慈悲，那时候土地比较少了，他带着我呢在附近那走一走，他那旁边种了很多的龙眼啊什么，我现在记得很深刻的。他那个时候常常讲一句话，带我这出去撞，每一次都要讲：世民，你想吃的话就自己摘吧。这句话我一直到我现在的屏东原地，我也种了很多种水果嘛。我现在每一个学生来，我都跟他讲：你自己想吃的话，你就自己摘吧。那种呢，表现出来就是呢，自己不贪吃。你们客人来了，学生们来了，你们想吃你们就自己吃吧。这是跟师父学的结果呢，我回去以后，我就在当时的中央日报啊写了一篇文章，那篇文章的名字叫做《莲因寺小注》，
我住了1个月了哦，所以我就写那篇文章，那呢投稿到那个中央日报的副刊，中央日报的副刊呢这边吹牛一下，那时候全台湾的副刊里面，中央副刊算是第一的，数一数二。你几十篇呢，比如50、60篇的文章，每天投稿人都有将近破百了，才有3、4篇能够录取。这个几率，对，那时候呢，因为那个主编孙如林先生呢，他是我政大的学长，所以后来我儿子他们长大以后，一如他们常笑着说：“你的学长怪不得哦，他都喜欢录取你的文章。”我后来在中央日报呢写了几十篇的文章，就是投稿这个样子。当然有钱的啦，那个是后面的最重要的推动力啊。师父呢就特别写了一封信给我，他说：“世敏，你在中央日报发表的那个联姻式小著呢，我看到了啊。那我是透过呢，当时有一个立法委员叫董正之，算是那时候大陆过来的那个他算是很有名的立法委员呐。他说的是那个董委员告诉我的，那么他也寄给我，他说我看了以后我好高兴。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你把我这个地方写的那么样的漂亮，那我现在如果没有慢慢的把它的建设如你所说的那样，非常有禅意、有诗情画意的话，那不是太对不起你这篇文章了吗？”所以我常常后来跟我很多学生们讲，我说呢，联姻式的建士，他们在建士的过程中，我都没有抖内，就是都没有出过钱呐。但是我出过我的笔，就写那篇文章，让呢师父认为说他要把它建设的漂亮一点，所以呢我算也有功德啊。就是我自己这样说的了啊。OK， 好，那因为联姻式的住持是忏公嘛，那据说忏公他本人是非常遵守佛教戒律哦，所以连带着联姻式他的风气其实也非常的遵守佛教戒律，然后据说他也是不让女众可以过夜之类的规则。想到忏公，除了想到他在艺术方面的造诣以外，那么呢他的戒律呢就是他身上的一块擦得非常亮的一种招牌。讲到忏公，一定要讲到他的戒律。是，我举一个例子吧，我孩子出生以后，每一年寒暑假我都会带他们上山。可是如果我们超过了12点，因为忏公是过午不食的，超过了中午12点就没有饭吃了，连我林世敏跟我小孩也不行呢。那呢他的侍者在里面那个餐厅负责煮饭的，就会呢带我们到厨房，从里面弄那个酱瓜啦，还有那个几片豆腐了，这样子。所以我孩子到后来的话，每次说我们上联姻式，他们都哭丧着脸，不去了，每天吃酱瓜。哦，超过12点，上公那是不用餐的。这是一点。我讲到这一点。我们节目的，你说你的老板对曹淑玲，他第一次就是跟着我，对不对？我唱功每一次都会来南部，他那时候组成了一个算是一个基金会也好，算一个组织的一个社团，叫做南区大专佛讲。从台中以南这些大专院校，在每一年的寒暑假就有唱功来主持那种的佛学讲座。那么呢学生们就报名，都几百个呢，在佛寺里面我参加过了有很多，因为唱功都会请我了请我来干嘛？来上课哦，我是当时的讲师之一了。那么呢有一年就是在澄清湖的澄清寺，那一年呢就是义儒带着你的老板曹淑玲，还有呢几个同学，这里面一个就是曹淑玲，后来成立了这个菩提麻瓜，是另外一个叫剑可法师，就是那个现在赫赫有名的紫竹林金色他现在好像在他们的香光寺里面不知道当了什么院长还是副院长了。他那时候念高师大的英文系，他一个连佛的字他都不懂。他在参加了那一次以后，他对佛有兴趣了，
竟然到最后他出家了。我说这见可法，这非常优秀的。我们以前菩提园很多必报都在帮我们做的。他到后来出家了，在那个唱功的这个南区大专佛讲的结了善缘呐，有了这样奠下那个成佛的种子。那一次我记得很清楚。那一次呢，我讲的是快乐来学佛。我的前面一个讲师上的课也是非常赫赫有名的，他是医生，就是郭慧珍医师。他后来出家了。他那一节课讲的是说呢，众生的苦了。他呢还放映的很多的那种录影带，不是录影带，就是有图片的。因为他专门在照顾那些癌症病人，那些癌症病人的痛苦，他们那样子一弄的话，学生们呢感触到人生的苦。个个呢，因为我是快上课的时候才到，我看到学生个个人都红着脸，我就觉得很奇怪。我就问同学说怎么样，他说因为上一节是讲到人生的苦，大家都有感受到了，所以大家忍不住呢都掉眼泪。那轮到我呢，我是讲快乐的学佛了。我那一堂课呢讲呢笑声不断，就是那一节课里面从头的这笑到底。那么呢我自己很得意，因为学生本来就红着脸的掉眼泪的，到呢现在呢擦干了眼泪呢，觉得呢欢喜心来学佛了。我刚一走下来那个讲台啊，就碰到有学生呢大声的叫林老师，唱功找你。我就赶快去，结果呢唱功看到我，他就一脸慈祥的笑着说，世民啊，我们学佛不能嬉皮笑脸学佛要庄重，学佛呢要很肃穆。我说是，师父说的是，师父讲的对那是我印象非常深。那一次造就了紫竹林金色香光见可法，这都赫赫有名的啦。我觉得呢也很高兴，这是唱功的功劳。他的南区大专佛讲，你看多好。他除了在这边以外，也有在那个亚妈，台湾话亚妈就是永亨寺，那一次更多了，超过300人。我去的时候那好多。不过唱功很好，他没有私心。他成立了这南区大专佛讲，他常常讲，这不是我的，南区大专佛讲可以请任何的师父、任何的居士、任何的老师来上课。我想呢，这种胸襟很重要了，这样才不会把呢很多弘法的团体呢变成私人的那种的事业，这样子呢比较不好，就能够兼容并蓄的，很多各家各种宗派、各种意见都能够呢让学生们知道。因为我呢以前的菩提园呢，一直到现在我都秉持一个理想，就是说呢，刚开始你学佛的时候，不要想急着要去修行，我要修行什么宗，我要拜哪一个做老师。等了，我们以前不是开玩笑吗？就多嘛的等起来，稍微缓一缓。为什么？你先把佛是什么搞清楚，你要搞清楚，你才知道你要跟佛学什么啊，你为什么要学啊，对不对？你这些都弄清楚以后，你才去考虑到我要拜谁，哪一个师父做老师，我应该学哪一宗比较好。这个是以后你们的事，在我们菩提人来讲跟我们无关。好，了解。老师，如果以你这个旁边观察，还有跟那唱功来往的观察来看啊，老师你觉得唱功的个性是如何？因为他感觉很遵守戒律，是不是就真的很严肃，不苟言笑这样？唱功他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你一看到他就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慈祥的人。他对我讲话都是市民啊，他知道我呢，早年学佛不是很虔诚的，我不是他理想的学生，不是那种中规中矩的。比如说他想请我到莲音寺去当他的助教，我没有办法，因为他3点半4点就要起床啊，
我3点半还没睡觉啊，我怎么去？这是没有办法的哦。他的常常会鼓励我，他说某某同学哦，他们受戒了，受了5戒了，又受了菩萨戒了。某某同学呢，打算要出家了。那时候我都是呢低着头默默无语，因为呢，我妈虽然也希望我出家，可是呢，我知道我呢过不惯那种僧团的生活的。我这个人喜欢呢，怎么样讲？很自由豪放了。那么不好的话就是呢，守戒不严谨了。就呢，像规规矩矩坐在那边呢。你看我在这边呢接受访谈，一会儿我就要动一下，就想要比手画脚的脚，当然各位呢听众朋友看不到了。那个是我就不是坐在这儿呢，能够呢坐得住的人呐。是，可是呢，唱功从我认识他12岁，一直到他94岁走，我觉得他呢一生呢守戒真的亲近。我跟他们亲近呢，我上那个水里呢，我们不能住在山上，不能住在山上。对啊，我都到楼下，到山下租旅社住。对，山上不能有女生过夜。他真的是呢完全做到的。他的那个斋戒协会，他另外有一个叫斋戒协会，男生女生的都是分开的，不能够在一起办。我们不是有录过一集佛教徒的性生活吗？这种呢吗？我认为他的坚持是对的。就是学佛人日久也会生情。跟他保持距离好一点，各自在道业上努力。如果是我们在家的学生或是居士，真的有缘一起组那种菩提眷属，一起来组菩提家庭，这个我100%赞成了。不过唱功他的苦心，他的用心，他以身作则，他不只是看起来慈祥，他念的佛号，大家在网络可以自己去查，他的拜愿是很有名的。我记得大概这样：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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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抱歉，献丑了81岁的老人他那个音调，尤其唱功一唱起来，真的很感人。我呢，在拜愿的时候呢，真的是全神贯注的，觉得真的是好像自己呢乘坐的那个西方的那个莲花，真的是慢慢的漂浮，慢慢的呢往西方前进了，真的非常好。那个唱功不止呢，他呢念佛的声音好听，他自己一生做人做事与世无争，真的是非常和蔼的一个令人怀念的长者了。我在这边再补充一个小故事。你知道在我读大学的时候，赫有名的一个和尚呢，叫做广清和尚，专门吃水果了，那时候的绰号叫水果师。我妈呢，她以前呢都常常呢上去，那个水果师呢跟这个灿云师父呢可以说亦师亦友了。广清和尚有人说他就是灿云师父的老师了，那么在我看起来他们是亦师亦友，交情非常好。怎么说呢？有一次呢，广清和尚呢因为年纪大了，就准备想要入涅槃准备说呢因为生病，想说大概跟誓言也差不多了，该度的众生也都差不多，他想往生了。可是呢，在唱功来讲，哎呦，你是我很好的师父也好，道友也好，怎么可以说要走就走呢？他呢，这师父呢，这真的唱功呢，从莲因寺呢下来，直奔到呢土城承天寺去找那个广清和尚。那么刚开始的时候，广清和尚，不要说了，我呢应该到了，应该走的时候走可是呢，唱功他是呢为众生，为了我们众生，向那个广清和尚请求，希望他能够多活几年，不要那么早就走这样子。那他们两个的屁事听说呢就关起来，两个哒讲到最后呢，
广清和尚本来现在病恹恹的，这快死了，竟然会站起来，还会在那边呢，上不一样这么念佛了，他就受到那个忏公的感召，那就跟忏公这样讲，就说好，我不走了，听你的话，我就呢多活几年吧。我不知道忏云法师跟他说些什么话，我也不知道忏公到底有什么样的神奇的力量，但是我知道忏公一定是一个有德有修的人，才能够感动一个有德有修的广清和尚，也能够受到感动而多留在世间，多活好几年。了解。突然想起来，我这一生皈依过3个师父，我们前面讲过的星云法师，对不对？我皈依他。再来第2个月基法师，对不对？第3个就是忏公。我妈呢，她说忏公你一定要皈依啊，你不皈依的话呢，你还算是佛教徒吗？OK 所以呢，我就皈依了。好，那忏公年纪比较大一点的时候，林老师还有常去拜访忏公吗 ？OK， 讲到这里忏公呢，有一次晚年的时候，他跟我讲说：“世民师父呢有癌症这是他亲口跟我讲的大概呢不能够常常呢在你的旁边我说师父，你就算得了癌症那些癌细胞在你的身上，他们也不能生存，他们绝对一个癌细胞也活不了的。”师父听了以后，他本来是讲这句话有一点带一点很慎重的，听到我这么一讲，他自己竟然笑起来了。他说那呢希望市民的祝福，谢谢你那样子。他真正生病的时候，我上山了好几次，但是我那时候真的有一点遗憾我见不到他，因为他的侍者，他的很多的徒弟，他们不愿意师父呢受到了打扰，所以他们呢都不愿意我们俗家的人呢去打扰他们，所以我最少有3次上那个莲因寺，但是呢都是不得其门而入，但是我也不会觉得我有什么遗憾为什么？因为我从我12岁一直到他呢快90岁，我呢都能够常常去跟他呢这个请益，对不对？他也送给我很多的东西，那对我真的勉励有加对于这样的一个长者，对于这样的一个皈依的师父，我呢常常呢把怀念埋藏在我的心中忏公法师他不是宣扬净土宗吗？那忏公是怎么跟老师解释一些净土宗的想法的？忏公呢，他是一个实践力行者，他比较少于理论，对理论他比较少，所以是在解释理论的时候他比较少讲，比较少做这一方面的去诠释。他可以坐在那边1天24小时念佛，他用行动来跟你讲，我就是一个净土中的力行者，我对于阿弥陀佛就是呢信心十足。对 OK， 他对于西方世界，对阿弥陀佛他没有任何的怀疑，他不像一般的念佛人还在想，像我们有录一集，万一没有阿弥陀佛，万一没有西方极乐世界，那不怎么办吗？对不对？对，忏公绝对没有这些问题，因为他的莲因寺就西方世界了。我们可以夸张一点讲忏公本身几乎就是阿弥陀佛了。他在他那个地方对不对？他呢几十年在那边呢营造他那样的一个净土，这是所有他的追随者大家有目共睹的。我最后要讲的是，他对净土理论没有怎么样的去把它呢发挥，可是我呢你知道吗？我就是市民，这世界上很过敏的所以我就常常觉得，单单这样净土中这样子的理论，很多知识分子他们可能听不下。我后来自己胆大包天，以前我们在节目也谈过，我把要去西方要靠3种资粮，
你要有这种准备的条件呐、信愿行，要相信有西方，要呢愿意去西方。不相信有西方，你不会想去，不愿意去，总不能人家呢给你呢彼此给你打孔，把你拉着去，就这两个。最后一个行，我发现我不只是跟禅公了，跟很多的净土中的行者稍微有一点不一样。我很大胆的把行不认为他们一般所说的念佛，他们认为念阿弥陀佛就是行。我呢认为说念阿弥陀佛，因为那个南无就是表明向佛来学习，南无的意思就是皈依了，以他做老师了，对不对？那你在念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就是说阿弥陀佛，你是我的老师，阿弥陀佛，我要向你学习。你想想看，这是不是发愿？是不是你的愿？我愿意以你做我的老师，我愿意到你的国度，到西方世界去。我们上几集有讲到，西方就是一所大学，我们前面念书的，所以你念佛就是向佛表达了你的心愿。我认为单单念佛不算修行，那怎么办？我把它归纳到所有的佛教徒，不论你是大乘小乘，不论你是藏传的，你是印度的，你是这东南亚的，无论你是哪一个地方的，要想成佛，一定要先做菩萨。那么菩萨必修的6个科目，我们不是有讲过吗？布施、忍辱、精进、持戒，还有般若、禅定，对，还有般若，一共6个。布施、忍辱、禅定、精进、持戒、八戒，闽南话啦。这6个是做菩萨，你能不能做成功必修的科目。这6科都及格了，叫做真正的菩萨。真正的菩萨，再经过去实习，到各个星球啊，各个太阳系，各个佛土去释教了，去度众生了，圆满功德福慧，这样的人叫做佛啦。所以唱功晚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就认为说，应该要把6度加到那个行，6度万行才是信愿行里面的行。就是不只有念佛而已。对，念佛呢跟6度万行去配合，这样子才能成就真正的净土的道业。这是我个人这样认为，但是我在这边讲，你同意不同意都无所谓，因为单单念佛就会被人家讥笑为讥评呢，叫做不问世事。因为你只有念佛吗？你关在你的房间里面念，你在深山念吗？你不牵涉到世间的这些事情，你就不能度众生。你想，你要忍辱，不跟世人打交道，你没有人欺负你，你能忍辱吗？没有贫穷的人、乞丐，你能够行布施吗？都不行啊，对不对？所以6度都在人间来成就的。那么这样讲起来的话，一个行6度的念佛人，才是真正一个大圣的行者。大圣就是不止自己好，还要度兼善天下，度所有天下所有的人。所以我呢，到唱功晚年的时候，就是我中年以后，我呢在我的书上，在很多的演讲上，我都提出这样的呼吁，我做这样的主张呢。这样一来，无论你在佛门里面，无论你是哪一派，你是哪一家的都无所谓，因为大家的共同修行的科目就是菩萨行，就是6度。这样子的话，就不会被人家认为说佛这是消极，是悲观的，是呢背离这个世间的，是不顾人情的，就不会有这样子的。我因为这样的关系，我也见到唱功的时候，我不晓得他心里会不会觉得我这个徒弟太不争气了，不是太不听话了，应该这样讲，太不听话了啊。不过呢，我是这样讲了，我对唱功永远的尊崇，我对唱功永远的怀念，他永远是影响我这辈子非常非常巨大深远的一位。
高僧。老师有跟唱功拍照？有，如果你到我的佛堂，里面就有唱功的照片。你到我的餐厅也有唱功的字画。偷偷的告诉你，我自己的一张小照片哦，我那好几格了，唱功放在我书架的最上面，我放在它的底下。为什么？因为唱功会保佑我啊。我12岁就追随到唱功，就追随到星云法师、月期法师他们都是我这一辈子的恩人，有他们的庇佑，我这辈子平安快乐过一生。好，感恩师父。没错。好，那我们这集唱功就差不多录到这里。谢谢。好，谢谢，感谢林老师。谢谢。好，那我们下集再见。再见，拜拜，再见。轻松拢放下，日子像